我的天呢！你有玩过这种魔法飞碟球吗？只要把球轻轻一按，就能变成飞碟的形状，再把它扔出去，它就能在空中重新变成球形。不小心扔在房顶也不要怕，因为在3秒后它就会自动弹回来。这款圆筒造型的纸飞机，你有玩过吗？非常小的翅膀，从楼梯上丢下却能平稳飞行。它还有个名字叫太乙飞猪。哇塞，能自动变换形态的魔法飞碟球，还有圆筒造型的纸飞机，看着好好玩啊！这么好东西我也要有。3 days later， 喂，魔法飞碟球买回来了，它这个形状真的和飞碟有点像啊！它一共是6个面，每个面都有这个灯光装饰，整体的造型非常科幻。不过它现在是用这个绳子绑着的，我们把这个绳子给它解开看看啊。哇！一打开它就变成了个球形，我们把它再按下去，看多久能变成球形啊！吓我一跳，差不多用了3秒就弹起来了。它弹起来一瞬间，这个灯还亮了，好漂亮啊！哎，这个灯光晚上蛮好看的耶，还能当个氛围灯。它这个表面摸起来软软的，好像是那种塑料硅胶的质感，看看它有没有弹力啊。弹力不行啊，把它扔出去看看啊。是我扔的早了吗？再试一下啊，扔高一点。哇，这个可以变形了耶！用脚踩一下。看来这个飞碟球在空中变形是没问题的，因为它这里面有一个弹簧机关。下面有一个塑料吸盘，只要你把它丢出去，这个机关就会被启动。但是你要掌握好这个时间。接下来制作太乙飞猪，准备一张正方形的纸，先把2个对角对折，然后再把这2个角这样对折过来，视线稍微轻轻的，不要折太狠，折出一个中点就行了。然后给它展开，看到这个折痕了吗？再用下面的这个角朝这个中心对折，然后朝折痕再对折，再对折。一共对折3次，接着再沿着折痕往上折一下，最后折出的形状就是这样的。然后再反向弯折，这样把它们扣在一起，在它的中间粘上双面胶，把这个边稍微捋一下，尽量变得圆一些，这样它的身子就做好了。再准备一个长方形的纸条，对折一下，但是不要折出痕迹哦，粘在中间的位置。再把它2边的耳朵这样捋一下，这样就完成了。不过这样的飞机真的能飞吗？还是要拿出去试一下。我现在在楼道里，把它丢下去，看飞多远啊？这也没飞多远呀。再试一下，没关系，就当是手感了。再来，哇，真的飞起来了！这次虽然撞了一下墙，但还是平稳落地了。Later， 哇，真的飞得好平稳呀！成功了，好好玩啊！它虽然说中间失败了很多次，但最后还是成功了。看来这个太乙飞猪是真的耶！